你好，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欢迎收看我的日本生活记录影片。在京都，旅人们总是在寻找一种刚刚好的节奏，不急不喧嚣，也不一定非得去那些人潮拥挤的名胜。坐上横跨京都东西两侧的地铁，一站一站探访那些藏在山边与巷内的寺院，一步一步也走出自己的京都节奏。地铁东西线全长 17.7 公里，连接了太晴天神川到六地藏，全线共停靠17站。沿线经过繁华的市区，也穿越人烟稀少的山间社区。对旅人来说，这是一条既能触碰历史，也能亲近自然的路径。虽然快速又方便，却不是一条旅行的捷径，而是一条真正走进京都灵魂的旅程。跟我一起潜入京都的另一种节奏，不那么热闹，却也不沉寂，用最方便的交通工具，把京都的经典古迹及小众美景一网打尽吧。地铁坐到二条城前站，从1号出口出来就会看到护城河与角楼。这里是东西线上的世界遗产二条城。二条城建于1603年，是德川家康在京都的寓所，也是1867年大政奉还的历史舞台。二之丸御殿是书院住宅风格的代表，金碧辉煌的壁画，低调中流露威严，是二条城里必看的经典。本丸御殿是城堡的中心，曾经是天皇的离宫设施，目前是唯一一座可追溯至江户时代的大型皇室宫殿。北边的清流园既有日式庭园的布局，又有洋式修剪的草坪，表现出兼容并蓄的和洋合璧气度。白天参观二条城，可以仔细欣赏建筑的工匠技艺及古迹的艺术品味。晚上可以透过灯光与音乐，重现幕府时代的威严肃穆。每年春天的樱花季和秋天的红叶季，都会有夜间点灯活动。搭配音乐，在堂门、城墙及古迹建筑上投射光影动画，让历史古迹鲜活地重现在黑夜里。境内的植栽也因为光影，展现与白天不同的身影，
为这座文化遗产激发活力的另一面。听到这段音乐，有没有一秒回到京都的错觉啊？这段浓浓古都感的音乐，是地铁离站时独有的复古时光。从京都市役所前站步行3分钟，就会到新京急商店街。商店街长约400公尺，从江户时代就是观光与信仰混合的场所。一路从四町延伸到4条，从药妆店、古书店、杂货铺到老字号茶铺、吃茶店，一应俱全。还会与锦市场交汇，尽享京都百年严选的美味。我最喜欢这家名门雕烧本铺，薄脆的鲷鱼烧外皮包裹浓厚的内馅，红豆、奶油、地瓜，或是季节限定的栗子，每种口味都能在小2时刻带来令人满足的甜蜜。与其说新京急商店街是景点，不如说这里是旅人与在地人交汇的走廊，用京都的日常为旅程填补市井的烟火气。地铁坐到东山站，往南走约8分钟，就会到天台宗门基寺院青莲院。这里是我每次到京都必访的寺院。青莲院是我第一次到京都的第一个参访景点，第一眼就爱上了庭园的静谧。坐在原侧，不知不觉就发呆了半个小时。我至今都还记得，那是抽离世俗纷扰后最珍贵的沉淀。青莲院建于平安时代末期，曾是后英丁天皇的临时宫殿，所以又有立田寓所的称号，被指定为国家史迹。建筑围绕慈泉回游式庭园向阿弥之庭，可以静静地坐在室内放空，也可以走入庭园里，感受空白的魔力。贴近庭园的植栽，享受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内敛，沉浸在各种不同的思绪与灵感。
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面貌。还可以走到境内的高点，换个视角欣赏古迹，感受古都宁静的日常。顺着动线的终点，敲响祈福的钟声。为自己也为世界，祈祷幸福与平安，带着净化后的心灵前往下一站。走出地铁畜商站，渐渐有了远离市区的舒畅。走路约10分钟，就会到京都的超人气景点南禅寺。先到京都第一家蓝瓶咖啡，在丁屋改造的简约空间里，喝一口沉淀100年的香醇。南禅寺是临济宗南禅寺派的总本山，地位非常高，在全日本有非常多分寺子院，而一旁的金地院就是其中一间分寺。寺门藏着低调到几乎让人错过的姿态，但真正走进寺内，会发现这里是一方精致的世界。金地院创建于江户初期，这里与德川家康和茶道名人小堀远州有深厚渊源而闻名。可以坐在方丈的原侧，欣赏前方的鹤龟庭园，这是小堀远州的代表作之一。以白细沙象征大海，鹤石与龟石安然伫立于对岸，流露出典雅的桃山美学。走进围绕遍天池的庭园，青苔铺地，红枫悬空，每一步都是不同的风景，每一秒都流露出让人深思的禅意。境内深处有一座东照宫，和远在日光东照宫的建筑风格一样，都是全线照。走到开山堂，一览鹤龟庭园的白沙反射照亮的方丈。听着风穿过松叶，看着光影斑驳在地面。虽然紧邻热闹的南禅寺，却是珍贵的静谧角落。红叶与白沙相互衬托，像极了人生里那些无声却深刻的相遇。不需要说话，每一步却又都像是在对话。脑中思辨的声音，是参观金地院后留下的豁然开朗。
参观完金地院，先别急着离开这一区。另一间南禅寺的紫院天寿庵，也值得好好的欣赏品味一下。如果说南禅寺是雄伟与气势的代表，那么藏在室内一隅的天寿庵，就是细腻与诗意的象征。天寿庵是为了纪念南禅寺开山祖师无关禅师而建，历史可追溯至1339年，曾在战乱中一度荒废，后来在江户初期由细川忠兴重建。忠兴本身是茶道大师千利休的弟子，所以整个寺院也充满浓厚的茶室美学，极简却讲究。境内最吸引人的是两座风格迥异的庭园，一个是方丈前方的枯山水庭园，白沙如水，石竹如山，疏落有致。走到深处，则是另一个慈泉回游式庭园，以红枫为笔，流水为墨，绘出一幅浓淡有致的秋日山水图。沿着池水漫步，阳光斜斜地洒落水面，红叶反射在波光中，如梦如幻。天寿庵平时是一间静谧的禅室，但到了秋天，庭园内转变为红黄交错的迷人美景，就会变成热闹的人气景点。即使参访人潮络绎不绝，天寿庵仍是值得一访的寺院。静静欣赏枯山水，感受无限的诗意。从热闹的市区转向山科的山脚下，风景也跟着改变。坐地铁到山科站，再步行穿过住宅区及山科输水道约15分钟，就会到毗沙门堂。在平日，毗沙门堂算是人少的秘境，一旦进入红叶季，这里就会变成最热门的赏枫景点。爬上长长的阶梯，穿过巨大灯笼的山门，就会来到本殿前的开阔空间。毗沙门堂创建于703年，主祀毗沙门天。走到本殿后方，被红叶包围的高台辩才天正以绝对精彩的姿态招待旅人。
城殿后方有个隐藏的庭园晚翠园，与红叶的奔放形成反差，不张扬的细腻品味，却让人一再回味。刺史门前的红叶参道，落成一张幸福的红毯。很多新人在秋天会来这里拍摄婚纱照，是京都的秋日经典。毗沙门堂有股让人一见倾心的魔力。秋天到访，每个角落都值得停下脚步，细细品尝季节变迁时的京都之美。走出小野站，我的第一个反应是：这里还是京都吗？远离市区，深入民宅，是这一站的第一印象，却藏着两间低调又让人着迷的古迹。劝修寺创建于西元900年，为吊唁醍醐天皇的母亲藤原应子而建的寺院。后来逐渐发展成天皇家族祈愿的场所，有着门基寺院的尊贵地位。走过城殿，会到重要文化遗产的书院。院子里有一个带着伞顶的石灯笼，因为水户黄门的通称而广为人知，被称为劝修寺行灯笼。前方700年树林的铺地柏搭配背景的书院，细细品味建筑的檐角与格子窗，每个角度都看得出讲究的品味。以滨寺祠为中心布局的慈泉惠佑寺庭园，建于平安时代，池水表面飘满浮萍，夏天盛开的莲花是一大看点。祠堂的右侧是观音堂，静静地立在角落，趁着湖景、远山与天空，画面安稳到有些不真实。无论是坐在正前方欣赏庭园，或是沿着小径缓行，深入垂柳、枫树与樱花交织的四季，在静谧中尝到了动情的滋味。远山、古塔与庭园前后交错，枯枝与新叶层层交织，在庭园里走一圈，享受京都深处未失去留白的风景。离开寺院的时候，看着白墙与枫树，仿佛刚做了一场安静的梦。
不是浮夸，不是热闹，而是一种温柔到极致的沉静。地铁小野站的另一个景点是水心院，这里是女诗人小野小町的故居之一。水心院是一座充满诗意与孤独感的寺院，范围不大，却处处有巧思。灯笼、格扇画、格子窗、文库，但最特别的是能之间的小丁文章图。这幅色彩鲜艳的壁画，描绘了小野小町流传千古的诗句与传说，把诗句的韵律化为视觉的节奏，鲜活地重现小野小町寂寞又浪漫的一生。这里的庭园虽然不如其他寺院缤纷多彩，却能从深绿与灰色的调性中展现那股寂寥的美感。一个人坐在长廊边，听着风穿过木门，京都最迷人的风景，大概就是那种淡淡却蕴含无限的沉默。看似不动的宁静，却早已在心头激起万重的情感。地铁东西线的另一个世界遗产，就是位在醍醐站走路10分钟距离的醍醐寺。醍醐寺创建于874年，整座寺院非常大，分为上醍醐、下醍醐、三宝院3大区域。三宝院庭园由丰臣秀吉亲自设计，以桃山时期的豪华风格见称。著名的盛会醍醐花见就在这里举行。下醍醐的金堂和五重塔是国宝，这一区有着浓厚的历史韵味，时间像是凝结在1000年前的宁静之中。醍醐寺在秋天也有夜间点灯活动，但只针对下醍醐这一区开放参观。
本已承载厚重历史的古迹，夜晚在黄色的灯光照射下，更加凸显典雅的古韵。深处的变天堂被红叶环抱，站在漆黑如镜的池水之中，本就动人的风景，在夜晚变得更加楚楚可人。五重塔是京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木造建筑，灯光照在塔身，像是划破黑夜的利刃，直击古都的人心。醍醐寺的夜间点灯和二条城的活动风格非常不一样。二条城透过现代的影音重现幕府的威严，而醍醐寺则是用最简单的光影还原古老的韵味。有时候旅行不一定是为了看见多少风景，而是给自己的心找一个安静的地方。我们总以为只有走得远、看得多，才能遇见所谓的美好。可有时候，那些最让人心动的时刻，其实就藏在转角的寺院、微风拂过的庭园里。京都地铁东西线或许不如岚山电铁那样热门，也不如观光巴士那样方便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它保留了一种属于日常也属于静心之人的节奏。从经典的世界遗产二条城，繁华热闹的新津崎，到人少清幽的青莲院，经过幸福的美景毗沙门堂，再到小众景点劝修寺和水心院，每一站都有它自己的呼吸与气味。坐上地铁东西线，慢慢的深入京都的日常，就会发现京都最打动人的不只是名胜古迹，还有一瞬之间。我是独活男子 Leslie， 谢谢你陪我走过这段旅程，期待再一次一起探寻京都独有的魅力。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。